你知道吗？其实人的身体整个全是投影的像，是能量的聚合。这可以从量子的概念来理解。所有的物体最小的化学和物理属性只有中子、正电子和负电子三个东西。我们看到的实体其实全是能量波成的像，而能量波没成像的能量集合是什么呢？是信息。信息是什么呢？最简单的一个信息就是正弦波。正弦波我们把它叫简谐波，大道至简，所有的波全是正弦波。中华民族为什么说是龙的传人？其实一切的最初始全是正弦波，龙是正弦波的图腾，说它是一切的起源。太极反应的就是正弦波的两部分，由上下两面组成。太极在太极之前是无极，所以一化开天它是什么波都没有的，只要起一个波，其实就是我们起一念。佛教讲一念一众生，当一切都是正弦波的时候，我们理解这宇宙空间的一切事物就简单了很多了。但是一般人，我们只注重了能量波的振幅、振动强度、频率，它的色彩，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正弦波的维度，也就是它的自由度。它是在直线上跑，还是在面上跑，还是在立体空间里跑，还是超越时空？能量波的维度比能量波自身的强度、频率重要的多，但是我们往往忽视了最重要的这个。而不同维度能量关系是什么呢？是投影关系。一维是二维的投影，二维是三维的投影，三维是四维的投影。有很多成功的人说，他们人生的最重要的那几步决策的依据是直觉。直觉是什么呢？直觉是来自高维的信息。我们人类所有的科学发明来自于灵感，灵感是来自高维的信息。我们的手是个二维的像，当我们把它挡在眼前的时候，根本看不见三维，把它拿开就看到三维。我们每个人的意识里面充满了三维的像，一个三维的像从你意识中拿掉的时候，你得到是四维的智慧。你之所以解决不了你现在碰到的问题，就是你所处的维度太低。我们看接下来这个实验，你就好比实验中的蚂蚁，在爬的时候拿个笔画个圈圈，圈住它就爬不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蚂蚁是活在二维世界的生物，活在地球上的生物有四个维度。零维是个点，一维是一条线，二维是一个平面，三维是一个立体空间，四维是超出这个立体性空间的。在二维生物里面，它只能看到一条条的线，所以蚂蚁认为这就是牢笼。真的是牢笼吗？这是蚂蚁的认知。而我们人生活在三维空间的，但我们拥有思维智慧。很多人硬生生把自己活成了蝼蚁。想象一下，蚂蚁在一张纸上爬，突然有一只苍蝇飞过来在它面前。苍蝇是三维生物，蚂蚁是二维生物，没有高的概念，只有前后。他会认为这个苍蝇是神，凭空出现。如果让蚂蚁从纸上的 A 点爬到 B 点，蚂蚁可能要20秒，对于苍蝇来说可能2秒就能飞到。
而对于我们人，只需要对折一下，1秒就能到。蚂蚁可能就会认为这是时空穿梭，只是蚂蚁的维度太低，在这一维度解决不了的问题，换一个维度就能解决。你知道你为什么你解决不了3维空间这点事吗？是因为你站在3维看3维，只有跳出3维，你才能够看懂你的人生。你在山脚看到的问题，你在山顶看根本就不存在，问题还是那个问题，只是在你的高度里已经消失了。小时候丢一个娃娃会哭会闹，长大后丢一个娃娃，你已经没感觉了，都是丢一个娃娃，只是在长大后的高度里，那已经不是问题了。那么什么是更高的维度呢？高维意味着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入的理解。比如，如果一个女孩拒绝了你，一定不是因为你的表白方式有问题，一定不是因为你说错了某一句话，一定不是因为你对她不够好，而是因为她认为你不够优秀。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想得到一个优秀的配偶，最好的方法不是死皮赖脸地去追求一个人，也不是拼命对一个人好，而是让自己成为优秀的人，成为配得上他的人。这才是上升一个层次去看待问题，解决问题。他是否喜欢你这个问题的根本不在他身上，而在你身上，取决于你是否足够优秀。当我们能够从整体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时，我们就能够发现问题的本质和背后的因果关系。而当我们能够理解这些背后的原因时，我们就能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现在我们就来探讨这个话题。接下来我将从13个方面与你分析如何与高维智慧链接，唤醒生命的觉醒，回归高维智慧。所以请先放下手头的事，仔细地聆听。1. 如何内观进入高维？我们五官和6根感受到的世间的一切的人事物，都是我们内在高维意识投射出来的外象。所以当我们向外看的时候，看到的都是自己的影像，和我们地上的影子，镜子里面成的像本质没有什么区别。我们眼中看到的一切都是自己，所以我们需要反观内照，内观内求，反求诸己，才能发现真正的内在的我们自己。只看镜子中的自己，只看生活中看见的所有人，这都是向外看。向外求，我们就会住相。照镜子是为了正身，看世界的人正是为了认识我们自己，修正自己。而这面镜子就树立在我们心的位置，也就是3维世界和高维宇宙的边界。世间众生都是颠倒梦想而不见宇宙真相。如若想见宇宙真相，我们必须反着来。所谓反者道之动，看清因果，接受无常。我们每天经历的一切都在宇宙安排的因果之中，而且是一张巨大的因果链条和网络。这个因果网络的能量关系存在于高维之中，用我们的眼睛根本看不懂。出生之前这个能量关系就存在了，出生之后我们便生活在因果之中。我们看懂了一切都是常，看不懂这个3维世界就是无常。宇宙是恒常的，
就只是能量的存在和转化，能量永远是守恒的，所以我们自然地接纳一切就好。宇宙根本不会犯错，完全相信因果，接纳一切，就不会轻易地住在三维生活的外相上，就回归高维了。保持正念，所谓念就是我们的念头和想法，一个念就是一个能量波，量子能量波是有无限频率的，正念就是高频的能量波，也就是积极的、乐观的、包容的、博大的、有爱的、慈悲的、善良的、真诚的，这样的念头都是无限接近高维和进入高维的能量波和念头。念越正，能量波的频率和维度就越高，越是能深入高维。善护心念不执念，我们需要善于护持自己的心念，尽量不要起负面的念头，起心动念我们也不要怕。实际上生活在三维世间的每一个人，负面的念头不可能不起，但是我们尽量做到不去执念，便不会住在低频能量的香上，不住在香上，自然就会回归进入高维，不用你主动进，能做到不住相，我们自己的意识能量自己就会回归，因为内在的我们本来就在高维，就像乌云遮住太阳，我们把乌云拨开，太阳自己就出来了，因为太阳一直都在，跳脱出大脑的掌控，随时提起觉知。大脑和我们的身体只是我们灵魂意识的外象和工具，可是大脑只会看到三维世界的外象，带着我们在三维世界发生过和未发生的影像当中来回游走，思绪乱飞，我们需要随时提起觉知，意识到又跟随着大脑思绪乱飞了，这个意识到的一瞬间便能跳脱出大脑了，角色立刻转变成灵魂意识的视角，而不是迷失在大脑的胡思乱想当中，便能活在当下，进入高维了。观察自己，用意识观察自己的念头，念头都是能量波，就在我们观察它的瞬间，能量波便产生了量子坍缩，能量波便不会再叠加，而是转化成粒子态，大脑生成念头而产生的负面能量便开始转化，情绪就会渐渐地消失了。深入内观，颠覆负面认知，不要向外看，不要向外求，因为那都是大脑愿意做的事情。大脑在三维，它只会向三维的外界求取，外界的一切都是我们内在高维意识投射出来的外象，所以我们用这些外象来映照我们自己，就像照镜子调转方向，拿掉外求的那个负面的认知就颠覆了，专注于当下的事情当中，深入安在当下，因为当下就是我们进入内在高维的唯一入口，它不在过去，不在未来，不在刚才，也不在一会儿，就只在当下。而且越是专注做自己的事情，就越是能够进入更深层次的内在高维，而做自己喜欢、有兴趣的、体现自己价值的、有意义的事情，更容易专注当下。如何转念进入高维？你的状态是你的意识能量决定的，决定意识能量的高低靠的是能量频率，就是那一念。
那一念就是一个能量波，而这一念可以带你进入天堂，一念也可以把你送进地狱，从地狱到天堂，经历了我们多维宇宙空间的无限维度。你想进入什么样的状态和维度，就在于你这一念能量波的频率和维度的高低。我们凡夫的念都住在三维世界生活的诸多外想之上了，生活的、工作的、家庭的、情感的，在各种事情当中纠缠打转，意识能量驻停在三维较低的频日之上，遇见烦恼和痛苦的时候，还会不停地执念，能量波不停地叠加，这种痛苦其实就是地狱的感觉。要想跳出那种痛苦的感觉，首先就不能执念，用意识观察我们的情绪和念头，意识观察我们自己低频念头的一瞬间，就跳出了我们大脑的胡思乱想，意识就成为了我们的主人，不再受大脑的操控，能量波不再叠加，向量子能量的粒子态方向产生量子坍缩，负面能量转化了，情绪就会消失。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转念调整量子意识能量波的频率和维度来控制自己的念头，控制念头就控制了我们的大脑，让大脑来为我们服务，而不是成为大脑的奴隶。我们的宇宙它是多维的，我们生活在三维宇宙，但我们的意识能量可以进入无限的高维。意识能量频率和维度越高，则越接近无限维度的宇宙意识能量，与宇宙合一。古圣先贤们都是做到了如此的状态才成为圣贤的。我们三维存在的一切都是高维意识能量投射的外向，我们的身体需要和高维意识能量合一，住在向上就没有办法提升合一了。三维宇宙和多维宇宙的关系就像海平面和整个大海的关系，而生活在三维宇宙中的我们每一个人就像是大海表面朵朵的浪花，浪花和浪花互相拍打互动，产生爱恨情仇、悲欢离合的各种情感纠缠，并执迷其中。小浪花同样有欲望，想变成更大的浪花和波浪，可是每朵浪花都忘记了自己本身是海水，是本自具足的大海。突然有一朵浪花转念一想，便沉静了下来，瞬间融入了大海之中，于是他立刻感受到了整个大海的博大，瞬间便包容了所有的浪花和波浪，静静地看着它们一切的存在。我们融入高维宇宙意识能量当中，就是一样的包容整个世界和我们周围所有的人。所有人的缺点弱点都不再是缺点和弱点，那只是一种频率的存在。小我住在了向上的状态而已。每个人都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都是海水，我们都是海水的一部分，我们是一体的大海，我们每个人都是整个量子多维宇宙的小宇宙。想想整个大海是如何静静地看着，包容着整个海平面的每一朵浪花的，我们就可以做到包容整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因为你的意识能量本来就是多维宇宙的意识能量。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宇宙，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就是一个人，身体无限的细胞组合成我们身体整个宇宙。你又能说身体的哪一个细胞不是你自己呢？
每个细胞之间有远近亲疏，可能还不认识，可能也会争吵打架，可突然有一个细胞转念感觉到了，原来我们是一体，我们是一个人，我们就是一个整体的宇宙，我们需要和谐地运行好整个宇宙的身体。于是你的角色从一个细胞转变成了一个人，便包容了身体上每一个细胞，因为每一个细胞都是自己。你对整个世界的人都会充满慈悲心，包容着一切人事物，因为你知道天下所有的人都是你的内在意识能量投射出来的外象，都是你自己。你对三维人世间的一切同时又具有出离心，因为你知道自己是整个多维宇宙的意识能量，你就不会住在三维的外象之上了，是一种从上往下俯视的出离和包容。转念调整自己的念头是功夫，我们需要刻意的练习，不断提升念头能量波的频率和维度，从每一个当下的念上入手。可以仿照这个视频举一反三去转念，就那么一念，就可以使我们的意识能量进入高维了。3. 如何安住在当下进入高维？我们提升内在维度的关键点就在于当下。当下是进入高维的唯一入口，它不在过去，不在未来，不是刚才，也不是一会儿。过去、未来、刚才、一会儿都是时间的概念，是三维的认知。在高维时没有单独的时间存在的，有的是时空一体，是多维宇宙的一个整体，有的是宇宙一切一直在规律的运动。而在我们的三维认知之下，宇宙连续的时空运动便产生了时间的概念和感觉，就像一部电影，是每一帧胶片连续播放运动起来，才有了一场电影的时间。可是电影整个故事的大胶卷本身，它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体，停留在过去和未来的概念当中，是不可能进入高维空间的，是受到了大脑的控制。大脑是三维的存在，大脑只会带着我们向外看，向外求，而这个外就只是在三维世界，包括我们外在的人事物和外在的自己。你越是向外求，向外去期待，就会一直在三维世界中打转，而三维世界的一切都是高维意识能量投射的外象，所以绝大多数的人才会迷失在诸多生活的外象当中，执迷执念。大脑会带着我们在过去和未来当中胡思乱想，思绪乱飞，而大脑当中的过去是来自于大脑记忆的信息，大脑当中的未来是来自大脑对信息的加工和处理产生的虚幻影像。而就是在我们跟随大脑飘忽不定的过程当中，失去了无数个当下进入高维的入口，而我们的人生也正是由这些无限的当下所组成的。每一个当下都是电影胶片的每一帧，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每一帧的连续构成了完整的电影，而我们随着大脑在过去和未来当中思绪乱飞，就相当于我们没有把注意力放到眼前电影的每一帧上，又如何能深入电影的情节呢？再者，屏幕上的每一帧画面对应着放映机的胶片，我们要回归高维，只有在屏幕上当下的每一帧才有机会回归投影源。
人生当下的每一帧也才是回归高维的唯一入口。发生过的事情只存在于我们对于过去的记忆存储当中，我们根本动不了任何的手脚，而未来存在于我们大脑思维的想象当中，我们也是奈何不得。我们只能从当下入手，去调整我们的因果和人生轨迹。当然，有意识地去回忆过去和展望未来，我们会得到经验、总结和规划。可是我们需要避免无意识地被大脑带着，在过去和未来思绪乱飞，产生烦恼而错失无限的当下。我们常说时间宝贵，其实宝贵的不是时间，而是当下。因为我们人生就是由无数个当下组成的，我们只存在于当下。我们除了可以存在于当下，我们还能存在于哪里呢？可是我们的大脑和小我尤其喜欢让我们活在过去的烦恼、痛苦、未来的焦虑和期待当中，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大脑和小我才能有存在感。它根本不管我们是舒服还是不舒服，只要我们深深地进入当下，小我它就会消失。我们全神贯注于当下的时候，才会和高维链接，意识能量回归在高维，才有源源不断的灵感和智慧的出现。灵感和智慧是来自于我们内在高维的信息。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过类似的体验，全神贯注地做一件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的时候，根本没有注意到时间的存在，等停下来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时间过得好快，超出了我们对时间的感觉和判断。也是因为我们深深地进入了当下，我们需要有意识地提起觉知，并观察自己是否被大脑带跑，思绪乱飞了，让觉知成为一种常态，成为一种惯性。我们有必要刻意地去练习提起觉知的能力。每一次有意识地提起觉知，都会增加我们这种觉知力。我们的神经系统的可塑性是极强的，我们的意识会支配我们的大脑，重塑我们的神经系统，也会重塑我们的大脑，让它没事不要总是胡思乱想。强大的专注力会让我们专注在我们做的任何手边的事情当中，处于一种临在的状态。当然，越是做我们喜欢的、热爱的、体现自己价值的、有意义的事情，就越容易专注。处于这种专注的临在状态，我们只会体验到生命的美好，可以全神贯注地做事情，也可以选择静静地与宇宙融合。总之，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和我们内在高维连接的。4. 体悟因果，进入高维。我们意识不到心意识才是我们自己，意识不到自己的潜意识，而被我们的潜意识操控命运。意识不到我们宇宙不仅是3维宇宙，而是多维空间的宇宙。意识不到我们的意识能量正是可以完全和整个多维宇宙意识能量合一，所以我们很难回归内在高维意识。我们需要了解我们的宇宙，需要了解宇宙运行的法则，其中之一是因果自然法则。我们深深体悟因果，就可以回归内在的高维。宇宙中的一切无时不刻都在运动之中，每一个人事物，每个当下都在运动变化，只是我们难以觉察细微的量变和其中运动变化的规律。
往往量变积累成质变，我们才突然发现，于是我们便认为我们的世界是无常的。其实这无常正是我们宇宙世界和人生的常，是依循自然的因果规律在运动变化的。我们的宇宙是多维空间的量子宇宙，量子是构成我们整个宇宙的基本粒子。量子能量具有无限的频率，能量波可以无限的干涉、叠加、因缘和合，生成我们宇宙的万物。量子是超越无限维度空间的，同样可以超越时间，因为在量子世界并没有单独的时间和空间的存在，只有一体。在这一体当中，所有的人事物都是在量子纠缠的过程当中产生的能量关系，而这个能量关系，我们的儒释道文化把它叫做因果合缘。我们所有人都在这因果之缘当中纠缠着、攀缘着，便形成了各自的业力。而这高维业力的因果能量关系，安排了我们在三维生活当中的一切运行，安排了我们什么时候遇见什么人，发生什么事，安排了我们的性格，安排了我们如何面对遇见的人和事，如何去选择。当然，我们是有调整和改变因果业力能量关系的权利和能量的，只是需要我们的意识能量回归，进入到更高的维度。可惜我们连自己受到因果能量关系在操控和安排都没有看懂，哪怕维度没有多高，只是四维的高度，因为我们凡夫习惯了用大脑三维的认知来看待我们的生活和世界，大脑只会带着我们往三维的外界去寻找答案，而因果的能量关系在高维，三维的大脑很难看清，也很难接受生活变来变去，认为我们的世界是无常的，于是选择对抗、不接受，我们的烦恼和痛苦就产生了。我们需要让我们的新意识重新做回我们的主人，意识能量才可以不断地提高频率，在更高的频率和维度上，再和我们的大脑合一来看待我们周围的一切，就会保持一颗处离心，跳出事情，体悟事情发展的原因尽由、来龙去脉，就越能够接受世间无常的变化了。三维世间每一个人事物都具有庞大的因果的关系链条和网络，大道和周围的一切都交织在一起，长道可以延伸到我们出生以前的以前，因为这些能量关系是来自于我们的量子意识能量，而不是我们的身体和大脑。我们发生的一切，遇到的一切人和事，都来自于四维的因果能量关系，来自于我们深层的潜意识，来自于我们生生世世的量子纠缠产生的因果能量。等到了能量关系足够成熟了，能量叠加到一定的程度，自然就会显化我们发生的一切了。这还是我们在用三维的语言来解释，而在量子的视角看来，一切都是一体的、同时的，没有先后的概念。先后它是时间的概念，量子世界不存在时间，超越一切时间，远古到现在再到未来，只有瞬间，这也便是量子的速度了。就好像大海容纳所有海平面的浪花一样，大海和每朵浪花是没有距离的，每一朵浪花都是大海的一体，也像我们人类使用的互联网一样，
一切信息都在互联网当中，没有信息的远近和时间的先后。南美的一只蝴蝶扇动一下翅膀，会引起日后北美的一场风暴。你意识或潜意识当中小时候的一句话或者一件事，会影响到你现在和以后的选择和判断。当你足够深入体悟因果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认为的无常就是常，我们认为不可接受的变化具有它必然的规律和因果，我们就回归到了高维。三维的一切都不会再成为我们的烦恼和痛苦了。五、接纳一切进入高维。每个人内在都拥有一切量子能量的频率和维度，接纳一切，我们便回归进入内在的高维了。你和你喜欢的、讨厌的人都是量子在纠缠，你我和每个人一样，都是一个具有无限频率的量子能量体，只是你还不知道。如果你能理解了我们每个人都是具有无限的频率，而目前只是住在某种频率的波段之上，从而表现出目前的状态，你就容易接纳一切存在和发生，你便回归进入内在高维了。量子构成了我们整个多维宇宙的一体物质，包括我们的身体，也包括我们的意识。量子具有波粒二象性，既是粒子，它又是能量波态。能量波的不断干涉叠加，粒子不断的聚合，便生成了宇宙中的一切。我们每个人也都是粒子的聚合和能量波叠加的能量体，而且是一个具有极其复杂能量波的量子能量体。每个人会表现不同，性格不同，想法不同，心念不同，选择不同，做人做事不同，每个人显现的状态不一样，都是因为所在的能量波的频率和维度不同，所占比例不同。于是在人世间，我们人和人相处的过程中，会感受到自己和别人不同的侧面，也就是不同的频率和状态，诸如宁静的、自在的、平和的、喜悦的、仁爱的、理性的、谅解的、宽容的、理解的、接纳的、主动的、乐观的、信任的、淡定的、勇敢的、肯定的、骄傲的、刻薄的、愤怒的、仇恨的、欲望的、渴求的、恐惧的、焦虑的、忧伤的、无助的、冷漠的、绝望的、内疚的、报复的、羞耻的、蔑视的、担忧的、害怕的、封闭的、怀疑的、焦躁的、嫉妒的、怨恨的、埋怨的、占有的、索取的、委屈的、懒惰的、懈怠的、拖延的、猥琐的，这都是我们在不同频率波段所显现出来的状态。我们三维的认知导致我们用五官感觉、六根的感受来生活，容易住在低维、低频的感觉和感受上，就会导致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和别人就是这样或者就是那样。其实那只是我们的一段频率状态而已。每个人的内在都包含着整个多维宇宙的频率，都具有无限的状态，都可以呈现出释迦牟尼和老子的状态。整个多维宇宙的量子能量，
它是平衡守恒的，而我们低维的认知只能关注眼前或者一段时间内人和人的能量关系，所以很难体悟到能量的平衡，心里就会产生不平衡。能量只存在转移和转化，能量在人和人之间，通过量子纠缠产生的因果和缘的能量关系，以金钱、物质、情感等等的形式来回的流动。生活中就是个重情，钱债的欠来欠去，讨来讨去，还来还去，只是我们的低维认知障碍住了高频和高维能量的我们自己，看不清其中的因果和缘由，住在和执念在了低频的状态上了。我们需要让能量体的能量波由复杂变得更加的纯净，杂波杂念越来越少，我们就会更加纯粹，不再受低频能量的烦扰。意识能量频率和维度不断提升，让整个意识能量体的能量波都尽量的单纯合一，便逐渐趋近于圣贤状态。圣贤之人不是没有七情六欲，而是不受七情六欲的控制，也不是不会起心动念了，而是不再去执念，内心自然是接纳一切的，自然平静的。我们体悟一切存在的因果规律，就更容易接纳一切。就像没有人会不接受一年四季的变化，没有人不会接受植物慢慢长大开花结果一样，不但不会不接受，还会懂得如何去享受万物变化带给我们的愉悦和幸福的美感。我们内在的认知和意识能量越高，就越是能够保持一颗慈悲心、出离心、包容心。你会发现，我们认为不可能接受的一切存在和发生，原来具有它必然的规律和因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因果节奏和频率区间，而每个人的内在又都包含着一切频率和维度，只是还没有显现出来而已。每个人他都一样，都是自己，都是整个多维宇宙的频率和维度。体悟到这些，你自然就会接纳一切，回归进入到自己内在的高维了。6. 宇宙喜欢恩赐无我意识的你。如何和宇宙搞好关系，让宇宙恩赐于你？天道与人道不同，人道中的人喜欢为我自己谋取，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富有，而天道则喜欢恩赐那些无我意识的人。越是无我的人，越是单纯善良、真诚无为、诚实、守信、包容，越是能够做到为别人考虑，越是懂得奉献，这样的人越是容易受到宇宙天道的眷顾和恩赐。其中原因咱们细细道来。我们的宇宙是多维的宇宙，整个的多维宇宙都是量子意识能量。我们生活在3维宇宙，我们每个人内在的自己就是我们的量子意识能量，还有另外一个名词，那便是我们的灵魂。而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意识能量和整个多维宇宙的意识能量是合一的，只是当我们这些小我们住在了和执念在3维生活诸多的外象上的时候，便感受不到自己的意能量和整个多维宇宙的意识能量是合一的了。而生活中所有的外象又都围绕着我相而存在，小我们都住在我这个相上了，于是才对一切都进行了评判和分别，产生了烦恼和痛苦，让我们的意识能量
执着在很低的频率上而得不到提升。凡是跟我有关的一切都是牵绊我们回归高维宇宙意识能量的障碍，就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是太阳，而这些诸多小我的相便是遮挡住太阳的那些层层的乌云。而越是没有我这个概念的人呢，越是没有遮挡太阳的乌云。我们需要把层层的乌云拨开，才能见到真正的自己。又好比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大热气球，我们自己本来就会回归高维宇宙的意识能量，可是每个气球的下面都坠着一堆重物，这些重物就是我们那些小我的相和我的执念，一切和我有关的都是我们提升回归高维宇宙意识能量的障碍。诸如我吃亏了，我招谁惹谁了，他伤害了我，你也伤害了我，我找谁说理去？你对得起我吗？你能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需要人陪，有谁关心过我？我的感受，我的房子，我的车子票子，我的什么什么，所有这些问题都来自于我相和我的执念。而正是因为如此，围绕着我的烦恼和痛苦也越来越多，因为这都是障碍我们觉受到自己内在高维意识能量的障碍。我们心中越是没有我的概念，越是能体悟到自己意识能量的频率和维度的提升和回归，逐渐和我们内在高维宇宙意识能量深度的合一。所以宇宙喜欢恩赐无我的你，有关我的各种相和执念都是住在第低频能量上了，都是障碍。我们需要选择放下，遮蔽太阳的乌云就会一层层的被拨开，拽着气球的重物被放下，气球就会一点点的升起来。我们高维的意识能量，我们内生外王的真心自信本身它就在，不需要我们去修，我们修的其实是损，是做减法，减去那些小我的相和，小我的执念，我们就会得到宇宙的恩赐。意识能量提升了，也就是功德提升了，你可以选择去显化相应的福报和福德，自己的内心为自己做主，让自己的内心和生活都越来越舒服自在。你会逐渐觉受到自己是整个多维宇宙的意识能量。7. 你被宇宙游戏机制催眠了，需要觉醒开悟，回归高维。你是否被宇宙游戏机制催眠了呢？只能感知到三维世界的一切存在，而感知不到高维宇宙，就像在游戏中的角色，并不知道自己是被游戏手柄、键盘玩家在操控，在游戏中攻城略地，全然不知自己就是玩家，而只是一个游戏中的小人，也像大海表面的那朵浪花，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海水，是大海，认为自己仅仅是一朵浪花。你我只意识到自己是生活中的一个人，为了生活而生活，为了工作而工作，全然不知道自己是被宇宙游戏机制催眠了。你是谁？你来自哪里？要到哪里去？为什么要来到人世间？你有认真地思考过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吗？我们在地球人类这个社会当中随波逐流，追逐着物质、金钱、情感、权力、事业、名利，各种欲望，被自己的业力、大脑、
习气、情绪、欲望、惯性、社会环境驱使牵引，都以为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追求物质，为了积累财富，为了追求功名利禄的。对不起，你被催眠了，你处在一个宇宙游戏机制当中，也处在一场人生的电影当中。我们在游戏和电影中的目的，不是为了人这个角色而生活，而是要透过扮演好自己的这个角色，从而提升自己意识能量的高度，也就是我们灵魂的高度。我们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被催眠了，进入了生活的游戏、电影和梦中，大家只为了追逐生活，全然忘却了我们是透过角色的扮演提升自己德行的。而更上一层的提升，便是意识能量的升维，也就是从催眠中醒来，灵魂的觉悟觉醒。觉知醒悟到我们的意识能量才是我们自己，而不是我们的身体和大脑。大脑和身体只是我们在游戏当中借用的皮囊和工具，我们需要用灵魂意识能量和大脑身体合一，完成我们在生活中的各个任务。可是我们这一个个游戏中的角色往往会住在执念在自己的身体和与我们身体这个我相关的一切上面，完全被催眠，忘却了我们灵魂意识体的存在，更忘却了我们来到人世间是为了修炼灵魂意识能量的高度。这才是整个宇宙所有生灵的任务。宇宙游戏机制和法则会根据我们灵魂意识能量的高度和因果能量关系，给我们安排匹配各自的人生游戏剧本，让我们围绕着游戏的剧本和程序演好我们的角色。可是我们大家没有看透游戏大剧本的机制，它不是为了让我们围绕着我们的身体的我，去不断地向外获取更多的物质和财富，不是执迷于情感和情爱之中，而是借由我们的各个游戏的角色来体悟宇宙的真谛，是包容，是大爱，是不断提升心智和意识能量高度，不断发展我们的科技水平，这样人类才能朝着正确的方向不断的快速发展和进步。这是文明的进步。目前地球处于银河系中垫底的文明等级，需要提升的空间太大太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所有的地球人识能量都低，那么灵性强、悟性强的人意识能量都很高，尤其觉醒觉悟的人都是从催眠中醒来的人，知道自己的方向是什么，应该向内往无限的高维宇宙意识能量去提升和回归，并为人类做出自己相应的贡献。地球人需要发展文明，可实际上我们人类文明智慧层面近2000多年就没有什么提升，还是需要古圣先贤们留下来的智慧经典来启迪我们内在的智慧。人类科技确实得到了很大的进步，但提升空间还是很巨大。人类对于宇宙大爱的感悟欠缺的太多，绝大多数人还处于相对小我的自私的状态。所以人类发展需要方向，我们不应该向外去抓取，去追求物质拥有和享受。游戏机制会设置相应的障碍来磨练我们的灵魂意识，我们需要反其道而行之。老子和释迦牟尼是把我们宇宙游戏机制讲得最高级通透的两位圣人，
释迦牟尼说，众生皆具宇宙无限智慧，皆因妄想颠倒而不可证的。老子告诉我们要反者道之动，只要我们向内反，内观内求，便通晓我们来人间的意义，便能无限提升我们的意识能量，从催眠中醒来，把潜意识编程回归高维。当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潜意识的时候，潜意识就会掌控我们的命运，而在我们把更多的潜意识变成我们的意识，不断扩大增强自己意识的过程中，我们便可以逐渐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回归进入到高维意识能量状态。意识是量子，量子也就是意识，是波尔提出来的宇宙微观量子世界和宏观多维宇宙空间的结合，是我们整个多维宇宙统一的一体。从科学语境的视角来看，我们的多维宇宙的一体存在无限的层次和维度，这些层次和维度正是我们不同层次和深度的意识和潜意识、集体意识、超意识和宇宙自由意识。意识是我们今生的经历、记忆、认知和观念。我们的认知和观念决定了我们人生大大小小的选择、轨迹和方向。潜意识顾名思义，是我们在意识之下潜在的意识。潜意识的强大超乎我们的想象，它包括我们出生以来所有的忘却了的记忆和让我们意识不到的认知、习气、惯性、观念。荣格确定我们的意识是海平面的冰山一角，而海平面以下的冰山才是我们潜意识的分量。相当一部分心理学家认为，长大后生活中很多负面的反应都是童年经历留下的阴影。试想从出生到现在，我们表面的意识是海平面以上的冰山，是什么让我们以为忘却的童年记忆能承载海平面以下冰山的分量呢？童年背了太大的锅。现在科学已经在相当的程度上承认，真正庞大的潜意识包括我们生生世世的记忆、经历和认知，也就是我们的量子意识在四维空间的能量状态和能量关系。儒释道文化把这个能量状态和关系叫做业力。前世今生一书的作者魏斯博士为了治疗病人的心理病症进行深度催眠，竟然催眠出患者前世和累世的经历，才使得病人的症状消失掉。荣格也是因为研究了东方智慧、佛家和道家的因果、业力和道，也就是高维能量，才使得自己在心理学和哲学方面有所提升和建树的。业力正是决定我们常人宿命安排的，同时宇宙又交给我们跳出宿命、改变宿命轨迹的权利，也就是如何选择和调整自己的因果。我们的深层潜意识就是我们经历一切的高维因果能量的状态和关系。我们在三维人世间所遇见和发生的一切，都是我们内在深层潜意识的投射，都是有其因果链条和网络关系的。所以我们需要在潜意识层面了解其中的因果，不断地去颠覆负面的认知，保持和提升正向的认知，觉知到我们的潜意识的存在，使庞大的潜意识逐渐变成我们的意识，
每遇到让我们升起负面情绪的人和事儿，就是潜意识负面的那个意识能量出现了，也正是我们住在了、执念在、叠加共振在那一段量子能量的低频率上了，才会产生负面的情绪。这是需要我们拿掉向外看向外求的潜意识，调转方向向内，内求自己。当我们不去共振低频、低维的意识能量的频率的时候，我们就会提升了。就这样，整体意识能量不断的提升，从而使我们在遇见什么、发生什么的时候，就会用更高维度的认知和观念去识别、了解其中的因果和缘，透过现象发现本质，然后做出判断和选择。因为我们是在高维的投影源处来调整因果的能量关系的，就像我们要改变我们在地上2维的影子，只需要动一动我们3维的身体就可以了。要想调整我们3维的人生轨迹，自然需要我们要进入到高维，从因果的能量关系上来调整，不断意识到自己潜意识的过程，正是使我们的量子意识从低频向高频提升，从低维向高维回归的过程。意识到我们的潜意识层面都是宇宙按照因果法则在安排，量子和量子之间不同能量的纠缠，就会产生相应的不同因果能量之源。只要我们不断扩大加强自己的意识范围，我们就可以深入到自己高维的意识能量状态，逐渐回归内在宇宙意识的真我了。9. 不被执念在低频低维的能量频率上，就能回归高维宇宙自由意识。你不去执念，就能回归进入高维自由意识。你遭遇的烦恼和痛苦只是一段频率，而这段频率在你去执念的时候，你就会感到痛苦，而你还身不由己的像上瘾一样的去执念，是因为你被你的低频能量波段控制了，被你的大脑控制了，一直纠缠执迷在那一段频率上。那段频率本来是由你的因果决定安排的，遇见一个人，发生一件事儿，经历一段经历，这都是我们内在高维意识能量的源投射下来的外象，都是我们的因果，是必须要经历的，都只是宇宙的能量，按照因果法则在正常的流动而已。可是你的大脑让你住在了执念在了那段能量的频率上，能量波就会不断的叠加，越叠加越上瘾，一种痛苦的上瘾。这就是我们说的自虐，毫无反抗之力，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其中的本质。本质它就是一段频率，只要你不去执念这段频率，放下这段频率，你就能回归内在高维的自由自在，因为那才是本真的我们。我们和整个多维宇宙它是一体，整个多维宇宙都是量子能量，而量子能量有无限的频率和维度，也就是说我们内在本来就有无限的维度和无限的频率。可是每个人的因果的缘呢，让我们来到人世间这个3维的低维世界，满世界都是3维的香，都是我们内在高维意识能量投射出来的香。因为自己的因果，因为自己之前造下的纠缠的量子能量关系，我们遇见什么人，发生什么事儿，3维世界所有的人和事儿也都是我们自己内在高维意识投射的。
我们投射出来是为了让我们去映照，是为了让我们往回返，向内去返，了结这些外象，让我们返回到内在高维，而不是让我们在这些人和事上去执迷。可是我们的大脑是三维的，大脑只会往外界的三维宇宙去看。你想想，你都在执什么样的念？他又对不起我了，他又伤害我了，他又做对不起我的事情了，他又辜负我的感情了，他又欺骗我了。就是执念在这些低频、低维的能量频率上，才会让你不断地产生烦恼和痛苦的感觉。我们就这样执念呐，执念呐，就住在这一段段的低频、低维的量子能量上了，哪里还会记得自己是高维的意识能量呢？哪里还会记得自己是整个多维宇宙呢？那要怎么办呢？很简单，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整个多维宇宙的意识能，本来就是高维自由自在的意识能量，本来我们就在高维。你感受不到自己在高维，感受不到自己是整个多维宇宙，就是因为你执念在低维的能量上的。只要我们不去执，不去叠加低频、低维的能量波和波段，我们自己就会回归，根本不用努力去提升，是很轻松的回归。就像热气球卸下拽着它的重物，它自己就上去了。起心动念很正常，因为那本来就是我们宇宙量子能量的功能。起心动念不是为了让我们住在执念在那些低频低维的心和念上，就像大海生成了浪花，不是为了住在执念在浪花上，否则就一定会失去大海的博大。浪花只要不住在浪花这个角色上，就会知道自己是海水，是大海。我们人也一样，不住在，不执念在低频、低维的能量波段和频率上，我们自己就会回归，进入到高维宇宙的自由意识能量，那就是圣贤之人的频率和维度。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内在都包含了圣贤之人的频率和维度。我们内在有无限的量子能量的频率层次和维度，需要我们刻意的去练习。每一个当下觉知到自己是不是又是那样，是不是又被大脑控制了。你不去执念，才会感受到内在高维真正的自己有多么的博大和自在。10，不去对外界的人事物进行评判，就可以去除杂念，获得内心本有的平静，回归高维。我们常人每天大脑里面是杂念丛生，很难获得内心本有的平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一直对遇见外在的人事物在做评价、评判，比如这件事是对的或者是错的，他穿的衣服很漂亮，或者是不适合他，这个人很漂亮，那个人怎么长那样，他应该这样说话而不是那样说话，他不应该这样对我，我的老板太苛刻了，他应该宽以待人，今天的天气真是糟糕，太热了或者太冷了，这件事如何如何，那个人怎样怎样等等等等。每天我们做的各种各样的评判和评价，会让我们的大脑充斥着各种杂七杂八的念头，而这些念头会让我们内心不能获得本有的平静，我们的情绪也会跟着外部的人事物波动起伏。
消耗我们内在和当下融合的注意力和能量，每天就这样进行着无谓的内耗。评判是大脑二元对立模式的产物，而大脑是三维世界的存在。我们的内在意识可以提升到无限高维的宇宙空间，但大脑不会。用大脑看我们的世界，就只会向外看，向外求，而且时时都会产生评判，好坏、美丑、对错，都是我们自己跟随大脑，把我们潜意识里面和业力里面带来的低维的认知和频率投射到外在的人事物身上，然后就去下结论。而这样的评判和结论都是我们主观的低维的认知和看法，而实际上外部一切的人事物都只是各种频率的存在，是我们内在高维宇宙意识能量投射的外向，是不同频率的组合，不同状态的存在，是宇宙在按照因果法则投射出来的香，是所有的人事物按照自己的因果存在的样子。那只是一种存在，但并不是每个人本来的样子。每个人本来的内在都是多维宇宙的意识能量，都是智慧的存在，只是普通人住在外在小我的低维频率上，没有显现出来内在真正的自己而已。我们需要觉知到又跟随大脑低维的频率波段了，然后不去评价、评判，选择允许和接纳，不要加入我们大脑主观的看法。我们大脑的主观看法往往都是认知不高的低维频率，我们就允许一切频率的存在，借所有遇见的生活中的外向往我们的内在反。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人就从大脑切换到了我们内在的新意识了。只要不去评价评判，杂念就会渐渐地消失，自己的注意力就会不断地提升，觉知力也在不断地加强。即使是偶尔的评价评判了，我们也选择允许和接纳，不去对自己的评判进行评判，随之我们就渐渐地不去对周围的一切进行评价和评判了。这样我们就大大降低了我们的内耗，我们只是允许和接纳，我们就会深入到每一个当下，与周围的一切融合，专注于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当中来，享受每一个当下，我们的内心就会获得本有的平静，回归我们内在的高维了。11. 参悟获得智慧和自在宁静，回归内在高维。参悟可以让你获得内在的智慧和自在宁静，而思虑思考很有可能让你获得烦恼和痛苦。参是要参内心里面那个理，悟需要悟我们内心的那个道，而不是去想和思考具体的那个事儿。因为一想那个事儿，你又是在向外看了，容易在事儿上打转，容易住相、执念，容易跟随大脑，容易心生烦恼。参悟，参是深入领悟、感悟，悟字右边是无，也就是我，左边是竖心旁一个心。悟就是需要我们向自己的内心去靠拢，内心指的是我们的真心自信，而不是妄心、妄念、妄动。参理悟道需要向自己的内在智慧靠拢，向自己的良知靠拢，向善、向爱去靠拢，因为至善、良知和大爱才是宇宙的真理。
不用大脑去评判其中的是非对错，不是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而是在包容接纳一切的基础之上，至善要我们如何，良知要我们如何，宇宙大爱要我们如何，从这个方向去参悟，而不是跟随大脑去评判、思虑、思考。评判就一定会有是非曲直，善恶美丑，一评判就又掉入到大脑的二元对立的模式当中去了，就会产生对抗、抵触、不接纳，不接纳就会带来烦恼，就会在三维的事儿上去打转，很难得到内在的智慧，就又住相，又会执念，情绪就会跟着升起来了。思虑是被我们大脑袋的思绪乱飞的过程中，在考虑，在权衡利弊，也会有忧虑和焦虑。思考是在事情发生的层面，从逻辑思维的层面分析事情，如何选择和决定，基本上还是在外向上打转，循回往复，很难看到事情的本质，更别说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参悟是跳出事情看事情，解决问题的智慧绝不在问题法身的层面，而当我们参悟提升维度之后，三维的问题会变得不再是问题，甚至都不需要解决，那只是一段我们内在的频率根据因果法则呈现出来的外向而已，那就只是一段不同的频率的状态，都是一时的，只是外向，不是我们的本质。参悟是需要我们向内心去求索的。举个例子，上班或者上学途中快迟到了，恰巧在路上遇到了一个人发生事故急需帮助，你的大脑会思考要不要帮他，不帮他觉得不合适，帮了他自己就会迟到挨罚，大脑在权衡利弊，而我们的良知和至善的本心根本不会犹豫，第一时间就会冲过去帮助他，这才是我们的本心。我们的本心本来就是真诚的、善良的、单纯的、智慧的、博爱的、自然利他的，不需要我们去权衡，依据本心去做事儿，我们只会获得喜悦、平静和自在。所以这才是我们要去参悟的方向，而根据大脑的评判去做事做人，得到的是什么那就不一定了，还得看你评判最终的选择是不是正向的，是不是趋于本心的。当然大脑不是一无是处，在我们本心、良知、至善的新意识的掌控之下，大脑是我们必不可少的有力的工具，思考才会变成参悟。参悟有一个正信的问题，大家需要对我们的内心无条件的臣服相信，因为我们的内心是整个多维宇宙的意识能量，是我们这一个个小灵魂、小意识能量的大本营。我们信任宇宙，就需要像浪花信任大海一样，一切智慧都在我们内心，不是单纯靠大脑的逻辑思维思考。只要我们懂得向我们内心、至善和良知去参悟寻求，我们的内心自然会传递给我们智慧的信息、灵感和答案的。12. 提起觉知，把低频率的能量转化成高频高维能量，回归内在高维。你遇见的一切人和事儿都是宇宙精心为你安排，让你认识自己，提升自己的
外在的人和事都只是引子，引起了你潜意识里面的认知，引起了你的评判和分别，引起了你内在不同能量频率的显现，让你看到自己是处于什么能量状态，有什么认知需要保持、提升和颠覆。如果你能提起自己的觉知，你会发现自己每一个当下所处的能量频率状态，也会发现生命它不是一个耗能的过程，它只是能量的转化和流动的过程。看懂了，内耗的现象会离你远去，你不再对抗、抵抗，不再去拉着手刹踩油门，而是接纳一切的发生和存在，接纳能量的流动和转化，进而实现能量更好的转化，使负面、低维、低频的能量向内在高维、高频去转化流动。我们的人生和生活中的一切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损失，只不过是一种转化和流动。宇宙的能量是守恒平衡的，宇宙根据因果法则，针对我们自己造作的因果来投射我们能量流动的显化。我们所做、所说、所想的一切，都会以能量的形式在宇宙中留下痕迹，这便是我们的因。我们种什么因，就会产生什么能量关系，就会有相应的果报。果报也是能量在流动，以来达到能量平衡的状态。人类的奇怪正在于总是觉得想要的没有得到，不想要的却来了。事实上，这是没有觉知的结果，因为总只是在看时空的一段和事情的一面。如果能看到整体的存在，那么我们就会觉得存在并没有丢失，损失只是在跳转和流动。这取决于我们的觉知力是不是强大。觉知力也可以看作是我们内观的一种能力，我们天生具有，只是被后天的小我意识障碍住了，所以我们需要回归我们的内在觉知力，这样我们就能觉知到我们内在多维宇宙的存在，觉知到我们需要从多维宇宙的一体来看待我们世界的一切，而不是只看眼前的一段和一面。当你跳出来看着眼前一切发生，看着自己，看着自己的情绪和念头，这已经是提起觉知了。拿看着自己的情绪来说，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又升起情绪的时候，角色已经由外在的小我向内在的我在转化了。如果我们没有去觉知，我们的情绪能量会不断的叠加，越想越气，越说越气，这是能量波在不断的叠加的结果。而当我们觉知到、意识到、看到自己情绪升起来了，我们就这样看着它，这也是一种内观。当我们在观察自己情绪的时候，自然不会跟随它了，能量波不再叠加，会产生量子坍缩，坍缩成粒子态，就是量子的波粒二象性。而粒子态的能量并没有消失，只是能量转化了。渐渐的你会发现自己平静下来了，不生气了。那部分我们生气的情绪能量去哪里了呢？就转化成我们的觉知力了。我们的觉知力就会不断的提升，内观的能力也会不断的加强，觉知到更深层次的内在自己，去和内在高维宇宙融合，感受到高维高频的宇宙能量，而不再是外面的小我低维低频的能量了。
这也是某种唯层的观自在，不再受外面小我和外界环境的影响和摆布，而是由内在的我来做主。我们运用这种觉知力，不单可以观察自己，同样可以观察到外面的一切，其实都是我们内在宇宙意识能量显化出来的外象，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的。我们的内在宇宙具有一切频率，只要我们不执念在外在的低频低维能量频率上，我们就会回归内在高维高频的意识能量，然后看到多维宇宙的一体。就像我们身体的一个细胞，它不去纠结和周围细胞的来回碰撞摩擦，沉静下来就会感受到它是我们整个身体的一体。也像海平面的一朵浪花，不去执着和周围浪花的拍打互动，沉静下来就会觉受到自己是整个大海的一体。我们也一样，只要不执念在我们的小我意识能量频率和各种小我欲望上，不再向外看，我们就能觉知、觉受、觉悟到我们内在整个多维宇宙的自己，整个多维宇宙的一体。13、欲望生成的本质及障碍。回归内在高维，各种小我欲望障碍已回归内在高维悟道。我们深入分析欲望生成的本质，摆脱因欲望带来的烦恼和痛苦，从而觉悟觉醒。是人生来就会有追求获得自我满足感的心理趋向和需要，自我满足会让人愉悦、舒服，只是追求自我满足感的方向不同，世人自动分成了凡夫和圣贤。凡夫追求自我满足感是向外的，圣贤向内追求内在的本自具足。追求自我满足感是为了追求一种舒服、愉悦、自在的觉受。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心理趋向，这也可以说是宇宙在用感觉和觉受的语言引领我们追寻真正自我的过程，只是我们凡夫不知道该向什么方向去寻求这种满足感，会跟着自己的五官和六根，跟着自己的大脑和妄心向外看，向外求，看到的全都是我们外在的三维世界，而不知道实际上我们所生活的宇宙空间是多维宇宙空间的一体。三维空间只是一个具有局限性的外向和现象的空间，我们的多维宇宙的一体具有宇宙意识能量的无限频率，但我们自身的意识能量和整个宇宙天地合一，呈现的是我们内在本自具足的状态，而三维宇宙空间的意识能量频率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当我们世人都生活在三维人世间外向上的时候，我们跟随着追求自我满足感的心理趋向，用大脑向外看，向外求，住在了三维人世间的一段段的频率上，诸如追求情感、情爱、爱情、情色、金钱、物质、利益、权力、名誉、名利、美貌等等这些外向上的时候，而实际上这些都是一段段能量频率的显化。比如当我们追求金钱或者情爱获得快乐的时候，往往都是快快地乐了一下，它并不长久。这是为什么？因为它的能量频率并不高，自由度也不高，诸如金钱和情爱等等这些三维能量频率的需求
确实可以得到满足的快乐，但是因为这些都是三维世界的能量频率，它不究竟，得到的快乐都是短暂的，而且很快就会消失，所以我们的内心就会驱使我们去追求索取更多以来获得自我的满足感，这样便形成了欲望和执念，而这个欲望是根本永远满足不了的。欲壑难填，欲望这个欲字是一个永远都亏欠的山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内在宇宙引领着我们去获得内在的本自具足的喜悦和自在，觉受到的是整个多维宇宙无限的能量频率，而我们只是在三维世界某一段频率上去获得满足。三维世界的一段频率能量怎么能够填满整个多维宇宙无限的能量频率呢？所以满足欲望的阈值会被不断的拉高，随着欲望越来越难以满足，烦恼和痛苦便接踵而至了。三维人世间情感和物质生活的自我满足，需要根据每个人的因果和福报随缘而来的，硬是要不断的获得满足感，福报早晚都会消耗殆尽，剩下的就还是烦恼和痛苦。所以世人追求自我的满足感本身是没有错的，世人都会有追求心理愉悦舒服的趋向性，只是向外看，向外求去获得满足感需要外在的条件，而外在是无常的三维世界，无常世界的一切生生灭灭，起起伏伏，瞬息万变，交给无常的世界是不可能获得自我满足感的。圣贤们知道我们的内在还有更广阔的宇宙空间，我们的内在有无限的宇宙意识能量的频率，我们去与之共振合一，便可以觉受到自己内在的博大、自在、充盈和喜悦，这才是宇宙引领我们所要去的地方，因为内在才是我们真正的家。三维的世界只是我们人生的游戏世界和电影世界，我们需要借助游戏和电影世界里面的角色和人生轨迹，并从中体悟我们内在宇宙意识的真谛。向外看，向外求，就会住在我们诸多的小我欲望上产生执念，便见不到我们内在整个多维宇宙空间的博大和自由自在了。所以我们需要调转方向，内观内求，体悟整个宇宙的意识能量频率，找到内在真正的自己而悟道。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回归高维，愿所有的烦恼都远离你，每天都是美好和喜悦。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